你那么能咋不上天呢？我不但能上天，我还有各种各样的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可洞察过去未来，可遍游3000世界。可就算是神通如此超凡，又能怎样呢？你还不是连自己家族的人都没保住。佛陀沉默良久，眼神中充满了悲悯与无奈，望着质问者缓缓地开口：世人总将神通视作扭转乾坤的力量，却不知这世间因果循环，业力如影随形。以上的这段对话呢，是我和赛博佛陀的对话，这也是很多人质疑佛陀、质疑佛法的原因。大家好，我是笑峰，追风逐梦，这是我研究藏学的第2年。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佛教的神通到底有没有用。释迦族的灭族事件是佛教史上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佛陀的晚年时期，释迦牟尼的祖国迦毗罗卫城被邻国乔萨罗国的琉璃王军队攻破，导致释迦族几乎全族覆灭。这个事件被称为佛陀晚年的3大悲剧之一。佛陀不是有无上的智慧与神通吗？为什么他不能去拯救自己的族人呢？到底是不能拯救，还是无法拯救，还是无力拯救？今天我就将带领大家详细探索一下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直接原因、发展过程、佛陀的干预尝试，以及佛教对此的深层解读。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啊，佛陀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释迦牟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佛陀本就是属于释迦族的一个王子。释迦族是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北部的一个城邦民族，居住在今天尼泊尔南部的迦毗罗卫城，实行共和制政体，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统治。释迦族自视为血统高贵，认为自己是太阳之子，保持着严格的族内通婚制度，不与外族联姻。而就是这种优越感，后来却成了悲剧的伏笔。迦毗罗卫国的邻国是强大的乔萨罗国，由波斯匿王统治。乔萨罗国位于今印度北方邦一带，是当时北印度16大国之一，国力远胜于弱小的迦毗罗卫国。弱国挨着强国，照理来说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并的风险，但是由于释迦牟尼的影响力和波斯匿王对于佛教的虔诚信仰，两国还是长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的关系。波斯匿王也是佛陀的重要护法，经常向佛陀请法，这些在佛教的楞严经等经典当中也都有记载。佛陀就出生在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王室，父亲是净饭王。佛陀29岁出家，35岁悟道以后，曾多次回到故乡传法，度化了包括其儿子罗侯罗、堂弟阿难、提婆达多等在内的多位亲属出家为僧。净饭王去世以后呢，王位由佛陀的叔叔甘露饭王之子摩诃南继承。值得注意的是，佛陀虽然出身王室，但早已经放弃了世俗的权利，其僧团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这一时期的恒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南面的摩羯陀国在阿奢四王统治下迅速扩张，对北面的乔萨罗国形成了威胁。这种大国争霸的背景为后来的琉璃王攻打释迦族提供了政治环境。弱小的城邦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往往成为牺牲品。那么故事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还是从一桩联姻说起。释迦族灭族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追溯至一场政治联姻当中的欺骗行为。据多部佛经记载，波斯匿王初登王位的时候，为了巩固与邻国的关系，曾经派遣使者一度前往迦毗罗卫国，要求娶一位释迦族的公主为妻。面对这一要求，释迦族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他们自视为血统高贵，不愿与女奴之子联姻，这里的女奴之子指的是现在的这个波斯匿王。另一方面呢，他又惧怕拒绝会得罪这位强大的邻国君主，招致报复。经过商议之后呢，长老摩诃南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波斯匿王性情暴恶，如果我们不应允，他必定会毁坏我们的国家。我家婢女有一个美丽端庄的女儿，不如就将她嫁给波斯匿王。这位婢女名叫茉莉，据不同的版本记载，她可能是摩诃南与婢女所生的混血儿。我们都知道啊，印度自古以来都有种姓制度，把人群分为5个层级，其中最下贱、最底层的就是第5层贱民。
而这个茉莉呢，就属于摩诃男与婢女所生。按照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的种姓之间生下的孩子就自动归入到贱民当中。茉莉呢，实际上从生下来之后就是最底层、最让人瞧不起的那一层。所以呢，释迦人一方面害怕强大的波斯匿王，另外一方面呢又瞧不起波斯匿王，把一个贱民茉莉嫁给波斯匿王。可笑的是，释迦族人在议会上同意了这个方案，为茉莉沐浴更衣、盛装打扮，用宝车送往波斯匿王处。摩诃男告诉波斯匿王，这是我的女儿，你们可以成亲。波斯匿王呢也对此深信不疑，欢欣鼓舞地娶回了茉莉，并把她封为了第一夫人。茉莉夫人后来为波斯匿王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琉璃太子。值得注意的是，茉莉夫人本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品德高尚，深受波斯匿王的敬爱。其实啊，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这个死于欺骗的故事呢，还算得上是圆满。毕竟嘛，大家都开心，大家都满意。不是有句话说嘛，如果你要骗我，就骗我一辈子。释迦人呢，如果真的骗了波斯匿王一辈子，这真的是一个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生活的故事。但是呢，坏就坏在了释迦人的无名与傲慢。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在其科幻巨作《三体》当中写下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那么这个死于欺骗的政治婚姻，就是因为释迦人的傲慢，就导致了全族被灭族吗？话说这个琉璃太子8岁的时候，波斯匿王派他前往迦毗罗卫国学习射箭等王室弟子应有的技艺。谁后来又会想到，这次返乡之旅却成了刻骨仇恨的底层原因？根据《增一阿含经》等经典的记载，琉璃太子乘着大象，带着众多的仆从来到外祖父摩诃男家中。摩诃男呢安排了500名释迦族的童子陪伴王子学习。按照这个安排，琉璃太子学习生活应该是蛮快乐的。可惜的是，摩诃男的苦心安排却被一件小事给毁掉了。当时迦毗罗卫城正在建造一座华丽的新讲堂，准备用来供养佛陀以及其僧团。这座讲堂装饰极其精美，犹如天宫一般。众人决定先请佛陀及众生前来应供，以获得无量的福报。这个时候，年幼的琉璃太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跑进了这座尚未正式启用的讲堂，看到了为佛陀准备的高大华丽的狮子座，便爬上去坐下来玩耍。释迦族人发现之后，反应极为激烈。据佛经记载，释迦族人见后声色俱厉地呵斥他女奴的儿子，并且将太子牵出门外，推倒在地。这一羞辱性的事件对年幼的王子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琉璃太子感到极度的屈辱，对于随行的苦行梵志说：释迦族人对我横加毁辱，以后我登上王位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我这件事情。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记载的：琉璃太子甚至命令随从，你们给我记着，一天给我提醒3次，跟随着早餐、中餐、晚餐提醒我3次，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这次的事件呢，暴露了释迦族对琉璃太子出身的高度歧视。尽管茉莉夫人已经被正式立为皇后，但是释迦族显然从未真正接纳这个婢女之女的及其后代。更有甚者，据某些记载，释迦族人用牛奶和水清洗被琉璃太子坐过的座位，象征性的净化被低种姓污染的地方。这种公开的侮辱对任何的贵族子弟都是难以忍受的，何况这是一位未来可能继承王位的王子。释迦族人的做法究其根源，就是因为犯了5毒当中的慢毒和痴毒。这个慢就是傲慢，任何时候傲慢之心都不可有。这个痴毒就是痴傻，洞明世事，看清利害，这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智慧。可惜的是，当时佛陀可能并不在迦毗罗卫城，否则以其智慧，他或许会设法平息这场冲突。这个细节也表明，尽管佛陀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其教法仍然无法改变族人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和傲慢习气。因果的因已经埋下，就等着将来的爆发。时光流逝，波斯匿王年老以后，王室内发生了剧烈的权力斗争。根据佛教经文记载，琉璃太子长大之后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并非释迦王女所生，而是一个婢女的孙子。这一发现使他不仅怨恨释迦族，也迁怒于自己的父母。约在佛陀晚年的时期，20岁的琉璃太子发动政变，罢黜了父亲波斯匿王，并且杀害了同父异母的兄长祇陀太子，自立为乔萨罗国的新王。关于波斯匿王的结局，不同的经典记载不一，有的说他被流亡，有的则暗示他在政变当中上升。茉莉夫人呢，则被软禁在宫中。琉璃王继位之后，一位名叫耶利的恶臣不断地提醒他在童年时期在释迦族所遭受的羞辱。这位大臣在有的版本中被描述为苦行梵志，
正是当年陪同琉璃太子前往迦毗罗卫国的那位。他煽动道：大王，当初您身为皇子到迦毗罗卫国学习，曾经受到释迦族人的辱骂，那个时候大王曾发誓说，若当上国王必报此仇。现在我们兵强马壮，正是报仇的时候。在恶臣的怂恿下，琉璃王决定履行儿时的誓言，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迦毗罗卫国。此时的政治环境也对琉璃王有利，南方的摩羯陀国正在崛起，威胁着乔萨罗国的安全，消灭背后的释迦族可以巩固后方。此外，释迦族的内部可能因为大量的青年追随佛陀出家而军事力量削弱。值得注意的是，茉莉夫人虽然被软禁，但是因其佛教信仰的贤德品格，仍然试图劝阻儿子不要发动战争。然而，童年的创伤记忆和身边佞臣的挑拨，已经使琉璃王的复仇之心不可逆转。当琉璃王大军向迦毗罗卫国进发的时候，据说佛陀以其神通力预知了这一灾难。尽管知道这是族人往昔业力的果报，佛陀仍然决定尽自己的所能去进行干预。根据《增一阿含经》等记载，佛陀独自来到琉璃王军队必经之路上，在一棵没有枝叶的枯树下静坐。当琉璃王见到佛陀的时候，出于对世尊的敬意，下车礼拜，并且问道：为什么您不坐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却坐在此处呢？佛陀回答：亲族阴凉之故，胜过一切外人。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亲族的庇护啊，即使是如这棵枯树一般的微弱，也比外人的浓荫更加的珍贵。琉璃王明白佛陀是为了释迦族在求情，深受触动，心想：以前国与国相争，只要遇到沙门就会退兵，何况今日是遇到佛陀。于是呢，琉璃王就下令撤军。然而在大臣的反复怂恿下，琉璃王又2次出兵，每次都在路上遇到佛陀坐在同一棵枯树下，以同样的话劝诫，导致撤军。然而事不过三，到第4次出兵的时候，佛陀意识到树缘已熟，今日正可受报，即释迦族往昔所造的恶业的果报已经成熟，无法再阻挡，于是就不再干预了。这个就让人很是理解不了。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自己有能力干预，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佛陀向弟子们解释众生有7事不可避免，即生老病死罪福因缘，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佛陀呢有一个弟子叫目犍连，这个人可不得了，属于佛陀弟子当中神通第一的人。他因为不忍见释迦族被灭，所以呢向佛陀请求以神通救人。他想出了4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人民置于虚空当中，第2种方案是将人民移入大海，第3种方案呢是将人民移入2座铁围山之间，第4种方案是迁移到其他的大国。佛陀呢告诉他，你虽然具有这样的功德，但终究是无法将释迦族人置于安全之地。目犍连仍然不甘心他将相识的4、5千释迦族人射入一个钵中，举到空中的星宿之际。但是到了战后的时候，他去查看这个钵就发现钵中的人全部都已经化为血水。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佛教当中的定业不可转的教义，即使是神通广大的阿罗汉，也无法改变已经成熟的业果。当佛陀不再阻拦之后呢，琉璃王的大军长驱直入，逼近迦毗罗卫城。释迦族人虽然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但是因为长期接受佛陀的教诲，大多持守不杀生戒律。面对来犯之敌，释迦族集结军队出城迎敌，但采取了非致命性的抵抗策略。释迦族人技艺高超，他们在一游旬内遥见琉璃王，或射落对方士兵的头髻，或射断对方的弓弦，或射破器杖、床幡等等，但并未伤人。这种克制性的战术旨在退敌而不伤身。这里我解释一下一游旬有多远了。一游旬在古印度大概是30到50里地的距离那么远。你看30里外，释迦人就可以看见琉璃王，弓箭还可以射到，这不就是超视距作战吗？所以琉璃王见状就十分的恐惧对群臣说：“你看，此箭从什么地方射来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如果真的想伤害我，我是必死无疑。”于是呢，就下令退兵。然而那位苦行梵志大臣却劝道：“大王不必畏惧，释迦族人个个持戒，他们连蝼蚁尚且不杀，何况是杀人？还是应当进军。”琉璃王于是采纳建议，再次进攻。释迦族人果然退入城中。城中有位叫奢摩的15岁少年，不顾族人的反对，独自登上城墙应战，凭借着高超的剑术，伤损众多的敌军，导致敌军一度崩溃逃散。但是释迦族的长老却责备奢摩：“你犹如于我们释迦族的门户，谁不知道应战？
但是我们释迦族向来修善，尚且不伤蝼蚁，何况是人命？我们一人能敌万人，如果迎战，必定能够摧毁敌军，但是杀害人命，死后将堕入地狱当中。即便是生在人道当中，也是寿命短促。你应该速速离开此地。奢摩最终离开城市，其结局各版本记载不一。迦毗罗卫城最终因为诡计而陷落。据记载魔王波旬化作释迦族人，喊人打开城门，守城者见到是自族人，便打开城门，琉璃王的军队便趁虚而入。破城之后，惨烈的大屠杀开始了。琉璃王下令，释迦族人众多，索性将他们的双足埋在地下，让豹象踏死。另外呢，再挑500释迦族女人带到我这边来。根据不同的经典记载，被杀的人数从数万到9990万不等。显然这个数字是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说明屠杀规模之大。面对灭顶之灾，当时的迦毗罗卫国的摩诃南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向琉璃王请求：我现在沉入水中，在我浮出水面的这段时间当中，无论时间多长多短，请你允许释迦族人随意逃走，等我浮出水面之后，你再追杀他们，行不行？琉璃王以为人在水中只能短暂的闭气嘛，就答应了。摩诃南呢，跳入到水中之后呢，将头发系在树根上面，故意溺水而亡，以此来争取最大的时间让族人逃生。当琉璃王发现外祖父迟迟不肯浮出水面，派人查看的时候，摩诃南已经牺牲多时。琉璃王见到外祖父的尸体，非常的悔恨。我外祖父为了救护自己的亲族而死，早知如此，我终究不应该如此讨伐。然而悔恨为时已晚，大屠杀之后的场景极为惨烈，血流成河，环绕迦毗罗卫城。被俘的500释迦族的妇女同样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气节。当琉璃王想与其中一位释迦女发生关系的时候，该女子骂道：我为什么要和女奴之子通亲？激怒的琉璃王斩断她的手足，扔入深坑。其余的499位女子也同样辱骂琉璃王，也遭到了同样的酷刑。这些受刑的女子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念佛号求救：我们同是释迦种姓，如来出家成佛，我们惨受这样的痛苦，为什么不意念我们？佛陀闻讯前往为他们说法，使他们尘垢俱净，得到法眼净，命终后升到天上。这一情节展示了，即使是面对极端的苦难，佛教的信仰仍然能提供精神的慰藉。佛陀目睹故乡之惨状，对弟子们说道：以前我与众比丘在此说法，如今已成废墟，无有一人。从今以后不再来此。可见佛陀对于故国的覆灭有着多么深切的哀伤。释迦族灭族之后不久，琉璃王及其军队也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佛陀曾经预言，琉璃王和他的兵众7日之后都将毁灭。到第7天以后，以为已经逃过劫难的琉璃王带领的军队和宫女，在阿台罗河两岸举行庆功宴会。突然之间，天空中云团翻滚，苏起雷震，暴风骤雨将所有的人缥睨而死。法据毕君描述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苏起雷震，暴风骤雨，船队被暴风雨打翻，琉璃王与随从都被大水冲走，飘溺而死。琉璃王死后呢，堕落到阿鼻地狱，天火将宫城一烧而空。不久以后，乔萨罗国被摩羯陀国吞并，从历史上消失。这一系列事件被佛教视为业报法则的鲜明例证。琉璃王因为仇恨而发动大屠杀，最终自己也遭受暴死，并堕落到地狱当中。弟子们不解为何佛陀的族人会遭此厄运，佛陀便揭示了这一事件背后跨越多世的因果链条。佛陀讲述，在过去世有一罗越城渔村遭受饥荒，米贵如金，村民以草根为食。村中有个大池塘，村民呢便将池中的鱼类捕食殆尽。当时有2条大鱼这2条大鱼就是那个鱼王说：我等是水族，不是处于干地当中，而你们都以我们为食。村中唯一一个没有参与捕鱼的是一个8岁的孩童，但是他见人捕鱼心生欢喜，并且用棍子敲打了大鱼头部3下。佛陀解释道，当时的罗越城人就是今日的释迦族。当时的2条大鱼，一条为琉璃王，另外一条为苦行梵志，即那个不断怂恿琉璃王复仇的大臣，而那个8岁的孩童就是我。因为我敲打了鱼头3下，我今日头痛3天。而村民呢，因为捕食鱼群，今日被琉璃王屠杀，
2条大鱼因怨恨而转世为琉璃王和大臣前来复仇。这一因果故事呢，揭示了佛陀的业力不灭的核心教义：任何的业都会产生相应的果报，即使跨越多世也不会消失。释迦族因为过去是杀生而遭受被杀之报，佛陀虽已成佛，但因过去是随喜杀生，虽然未直接参与，但是心生欢喜而承受了头痛之报。琉璃王因为过去是被杀的仇恨而转世复仇。从佛教的教义来看呢，释迦族的灭族事件有多重的深意。业力法则的示范，此事件呢直接展示了自作自受的业力法则。法句经云：若人作恶已，不可速速作，莫习与作恶，饥饿则受苦。释迦族因为过去是杀业而遭受被杀之报，即使今日持戒行善，也无法避免业已成熟的恶报。定业不可转，佛陀虽然具无上的智慧和神通，却无法改变已成熟的定业。这教导信徒应该重视当下的行为，而非寄希望于外力的救赎。大般涅盘经说：父母眷属不能代受，各随本业不相代受。傲慢的代价，释迦族的覆灭呢，始于种姓的傲慢，以及对于琉璃王母子的歧视。法华经云：我慢自矜高，残取心不实，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傲慢呢，被视为修行的大敌，慈悲与智慧的平衡。佛陀虽然知道因果不可改，但是仍然3次试图阻止琉璃王，展现了无缘大慈，最终接受了业果法则，则体现了同体大悲与如实智的统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佛陀虽然出身王室，但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这一事件表明佛教关注的是超越政治斗争的终极解脱。历史真实性的探讨，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释迦族灭族的事件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是年代的问题，根据佛教文献的推算，琉璃王灭释迦族大约发生在佛陀的80岁左右，也就是佛陀涅槃前不久。但是现代历史学家对于佛陀生卒年尚无定论，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佛陀是在公元前624年到前544年，有的认为呢是前563年到前483年等多种说法，难以精确考证。考古证据证明呢，迦毗罗卫城的遗址，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提劳拉科特考古发现显示，该城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确实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与佛法的文献记载相符，但是无法确定破坏者的身份。还有就是这个故事当中的数字略显夸张，佛经当中的9990万等被杀的人数明显夸张，可能是为了强调业报的惨烈而采取的文学手法。实际上，释迦族作为城邦的民族，人口的规模应该是在数万规模左右。从政治背景上来说呢，公元前6到5世纪，恒河流域确实处在大国兼并小国的动荡时期。乔萨罗国与摩羯陀国的争霸也符合历史的记载。释迦族作为小国被吞并，符合当时的政治趋势。多种版本不同的佛经对于细节的记载也有一些出入，比如说像茉莉夫人的身份摩诃男的结局等等，反映故事在口传过程当中有所演变，但其核心的情节是一致。综合来看，释迦族遭受邻国的大规模屠杀这一核心事件在历史上应该是发生过的，但具体的细节可能经过佛教教义视角的加工，以更好地阐释因果业报的思想。释迦族灭族的故事对现代人仍然有重要的启示。因果思维提醒人们，当下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应该培养责任意识，破除偏见。释迦族的傲慢与歧视最终导致其自身的毁灭，警示现代社会应该摒弃各种形式的歧视，非暴力精神。释迦族宁死不破杀戒的抉择，体现了佛教非暴力思想的极致。面对逆境，当遭遇不公或者苦难的时候，佛教建议从3世因果的宏观视角理解，而非陷入仇恨。历史反思，族群冲突往往源于长期积累的相互伤害，和解需要双方超越仇恨的循环。本期的节目呢，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人世的无常，因果的可怕。释迦族灭族的事件是佛教历史上一个震撼人心的悲剧。通过这一事件，佛教生动地阐释了其核心的教义：因果业报的不可逆转性。在故事当中呢，即使是已经证悟的佛陀，也无法改变业已成熟的恶业和果报。这一事实凸显了个人对自己行为负全责的佛教伦理观。
同时，佛陀3次试图阻止琉璃王的慈悲干预，又展现了佛教不舍众生的悲悯情怀。而那个曾经困扰人们的问题，佛陀既然那么神通，为什么最后连自己的族人都保不住呢？在经历了这场战争的洗礼之后呢，人们终于有了答案。佛陀的神通并非是用来改变业力因果的工具，而是用来引导众生觉悟的智慧之光。真正的拯救并非是依靠外力的干预，而是通过内心的修行与觉醒。唯有当我们放下了贪嗔痴，以慈悲与宽容之心对待他人，才能化解仇恨，消除业障，获得真正的和平与解脱。这一古老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念与行为都在编织未来的命运之网。唯有觉知因果，净化心行，才能超越仇恨与暴力的循环，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真正和平。就像佛陀所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当我们放下心中的执念，回归本真的自我，我们便能发现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其实从未远离我们，它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中，等待着我们去觉醒，去开启。